新晋国民男神江启亚洲首发演唱会上，3万人的体育场人声沸腾，镜头扫向观众席 ，LED 大屏上我的脸一晃而过，舞台上的男人冷笑一声：“向小媛，你这是自投罗网啊！”江启开通微博了，我从午睡中惊醒，揉揉耳朵，将头偏向另一边。江启是谁？他是最近横扫欧美各大榜单的男人。听说妈妈是中国人，同事林梦叶的声音引起办公室一阵骚动。什么？他开通微博了？他真的好帅呀，颜值天花板。他的新歌好好听，我现在耳机里单曲循环。我撑起沉重的头颅，在办公室扫视一圈。追星果然不分年龄。小袁，我怎么觉得他的侧脸莫名的熟悉？林梦叶晃着我的胳膊，你看他和葵葵是不是很像？我转向林梦叶，眼睛艰难地撑开一条细缝，人瞬间精神了。这不就是我不择手段借精生子的男人？百度百科显示，他出道不到半年，在欧美地区已经属于霸榜的存在。最近街头巷尾听到吐的歌，居然是他的，身上好多奢侈品代言。我滑动鼠标，浏览着他的信息。当初除了身体，别的方面都没有深入了解过。林梦叶凑上来，我说他很帅吧？之前想推给你，你说你对追星不感兴趣，我将他的头支开。林梦叶，你让我静一静。林梦叶突然蹭地站起来，原地跺脚。他回我评论了，他把手机递给我之后，发疯似的转圈圈，周围的同事也聚了过来。我接过手机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袭来，我的第六感一向很灵。屏住呼吸点开，江启发了一张生活照，配文是：大家好，我是江启，不到1个小时，评论已经过万。我点开评论区，最上面就是林梦叶发的。哥哥，你是不是有个失散多年的女儿？江启回复说：是的。下面一众迷妹跟评，哈哈哈哈哈，是和我生的吗？老公，我是你失散多年的老婆，羡慕了。哥哥的微博首评，哈哈哈，哥哥好幽默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不是幽默，他说的是实话？林梦叶从我僵化的手上拿过手机，我听说明星的微博都是团队运营的，难道大洋彼岸不是这个操作？1万多条评论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想不明白，我真的想不明白。他发出来的时候我刚好刷到，那会儿评论才10几条。林梦叶嘴角咧到后脑勺，伸出爪子摇晃我即将崩裂的身体。姐妹，姐妹。才看到他居然给我发了私信，江启给他发了一张照片，是1个月前我带着女儿向日葵和林梦叶约饭拍的合照。这张合照他晒到了微博上。江启问：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我深吸一口凉气，果然我的第六感从不欺我。事情要从3年前冰岛的一场旅行说起。我在斯奈山救了一个男人，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昏迷，他的车撞向山体，车门严重变形。冰岛的天气说变就变，原本还算晴朗的天气突然冷了下来，不一会儿雾气弥漫，添了一丝荒凉。这个区域比较偏僻，现在也算不上冰岛旅游旺季，除了我，可能没有人会开车路过这里。我的手机信号不稳定，尝试拨打急救电话也没有成功。这时天开始下雨，不大却很密。我吃力地扒拉车门，你别管我。他醒了，声音低沉。中国人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，看向他，欧美轮廓和亚洲五官在他脸上完美融合。中文不是很标准，也许是个混血。你试试你的腿和胳膊能动吗？他没有说话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，明明清澈如海的眼睛毫无生气。你撑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尝试很多次都没法开门，眼看天色越来越暗。这时一位好心的大叔开车路过，从后备箱拿了工具把门撬开，帮我把他扶上车。他的腿和臂膀都有不同程度的伤，医生给他止血，检查后说需要住院几天观察情况。我的冰岛之旅差不多结束了，我帮他掖好被子，遇上你也是缘分，这几天我陪着你吧。他看向我，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有说话。那时候我刚失恋不久，交往多年的男友转头娶了别人，蜜月基金变成了我的单身旅行经费，也变成了他的医药费。来冰岛的这些天，我的中国胃算是撑到了极限，于是我买了一些食材自己做。这是我做的南瓜粥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从包里掏出保温盒，如果不愿意吃也没关系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接过保温盒，味道不错。你手不方便，我喂你吧。他没有反驳，把保温盒递给了我。我记得那一天阳光很好，连风都带着一丝丝的暖。吃完后，我跟他聊电影《白日梦想家》，他听着听着睡着了，嘴角隐约残留着笑意。我盯着他的脸，脑子里闪过一个想法：如果和他生的孩子，应该会很好看吧。出院那天他的钱包才找到，里面的钱没了，不过好在证件还在。月底有人来接我，我会把钱还给你。他把手机递给我。好，我接过手机，抬头看他，那我继续管着你。那天傍晚，我和他在酒店阳台喝酒，远处的山覆着一层薄薄的雾。我晃着手里的酒杯，有些遗憾，要是能看见极光就好了。你很喜欢冰岛吗？他看向我。
以前很喜欢，现在没那么喜欢了。向小媛，你想要什么？我给你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情不自禁，我想要你。他愣住，沉默几秒后问我，现在吗？你身上还有伤呢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说完，他靠近我，低头吻住了我的唇。我想我这辈子大概是结不了婚了，如果能有一个孩子就好了，像江启一样好看的孩子。后来的日子，我们白天一起看山，有时候一句话也不说，靠在一起感受冰岛越来越冷的天气。夜晚他抱着我，感受彼此的体温。最后冲刺阶段，他喘着粗气靠近我的耳边，你爱我吗？我环住他的脖子，身体尽可能的靠近他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，轻声回答黑暗中我感觉他笑了，在我额头落下一吻。我离开的那天早晨，他睡得很沉。我看了一眼验孕棒，把它装进包里，在床边留下我所有的钱，算是给他的补偿。今天过后，我们相隔几千甚至上万公里。我轻轻关上门，外面的风很大。再见，小袁，今天医院来电话了，说他病情恶化，死之前想见你一面。我刚下班，我妈端菜出来，准备开饭。我边换鞋子边回道，妈，这是我心里有数，我爸快死了。其实在我心里，他20年前就死了。他和我妈离婚第2天娶了小三，那时小三已经怀孕4个多月。生活最艰难的时候，我打电话问他要生活费，他在电话里说他没有女儿。小三抢过电话，嘲讽我妈生不出儿子。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戏剧性。去年他查出肺癌晚期，小三提议卖房给他治病，结果房子刚出手，小三卷款失联，一起失联的还有他宝贝至极的儿子。这小伙子长得真帅，我妈抱着向日葵吃饭，眼睛定在了电视上，都不带眨的。谁呀？他对外貌非常不屑，经常敲打我找男人不能看外表。我好奇地转头看了一眼电视，江启，国外新闻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强装淡定地拿过遥控器，换了个台。等会儿，放下遥控器的一瞬间，我想起了什么，再次拿起遥控器切了回去，刨进嘴里的饭瞬间不香了。江启为什么在上海接受采访？非常开心，江启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，先跟我们中国的粉丝打个招呼吧。记者将话筒递给江启，江启看向镜头，大家好，我是江启，非常开心来到上海。身后的粉丝连连尖叫，几乎盖过主持人的声音。听说江启正在筹备亚洲首站演唱会，是真的吗？是的。这次来上海准备待多久？不确定，除了参加品牌方的活动，还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。我心虚地按下遥控器的电源键，关掉了电视。最近右眼皮一直在跳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，呸呸呸，封建迷信。不远处的省体育馆灯火璀璨，不时有超强射光指向天空。林梦叶，说好了呀，我拿上包从车上下来，我陪你看演唱会，季科集团的合作交给我负责。放心吧，下周我就把你的方案递上去。说着，林梦叶从后备箱拿出应援物，往我手里塞荧光棒。我看向入口，人潮涌动。一场演唱会而已，人这么多，不怕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演唱会现场，放眼望去，整个体育场都是挥舞的荧光棒。舞台很大，两侧2个超大 LED 屏上正在倒计时，各种灯光闪动，估计在做最后的调试。怎么还有樱花妹和小西巴？我靠近林梦叶的耳边，前面那一片都是小西巴。这是江启演唱会亚洲首站，各国的粉丝都有来。确定上海站首发的时候，林梦叶朝周围看了一眼，给我递了一个向后看的眼色。他们气炸了，外网都是抗议，不用看我也知道，后面是樱花妹的场子。相对其他区域，后面的妹子比较安分，没有那么狂热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林梦叶摇晃着我的胳膊，随着 LED 大屏上的数字跳动到个位数，各种语言的倒计时在全场回响。林梦叶进入状态，跟着全场倒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我的头发被身后一股力道扯住，向后一仰。啊！小八嘎，你扯到我头发了！我的声音被全场的声浪掩盖，日语我只会打咩啊！脚不知道被谁踩了一脚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林梦叶已经完全顾不上我的死活，继续摇晃我的身体。随后尖叫声到达顶峰，江启从天而降。LED 大屏上出现他的脸部特写，不得不说，这张脸太能打了。镜头拉到这个距离，换别人估计脸就崩了。他抬眉，眼神似乎能穿透一切。有一种人天生属于舞台，大概指的就是他这样的。落地的瞬间，灯光与体育场四周的烟花起舞，把整个气氛推向了又一个高潮。周围的尖叫声快撕破我的耳膜。他一连唱了好几首歌，我才发现近期传唱度最高的英文歌几乎都是他的。我有些饿了，从包里掏出一袋中午买的卤鸡爪。也许是我的状态与周围人格格不入，当镜头扫向我的时候，被江启一眼发现 LED 屏幕上那个淡定的啃着鸡爪的人是我。
此时刚好到这首歌的结尾处，他走到舞台边，从助理手上接过矿泉水，拧开瓶盖喝了一口，冷笑一声，对着麦说了一句：“向小媛，你这是自投罗网。”我的鸡爪掉到了地上。向小媛，我幻听了吗？刚才江启叫你，林梦叶从狂热的氛围中稍微脱离，有了一丝清醒。我瞪大双眼，怎么可能？林梦叶想了想，是不可能。周围的讨论随着舞台上一段中场热舞，又进入狂热模式。我不能继续待在这里，太危险。我去趟卫生间啊！我凑近林梦叶，大声吼道。林梦叶点了点头，估计也没听清楚我在说什么。我朝旁边一点一点挤出去，突然全场灯光熄灭，体育场上空几道蓝色的光从舞台向观众台蔓延，蓝光逐渐混着萤火一般的绿色，不停地下坠，演变成了极光的模样。一道聚光灯下，江启坐在高脚灯上。这首歌叫《极光》，创作于3年前，是一首中文歌。说着调整了一下耳麦，第一次唱，希望你喜欢。我站在人海中看向舞台，再也迈不出一步。穿越亿万光年的际外，漫漫黑夜都成为信念。我不停地下坠，下坠，只为在冰岛的上空与极光相遇。银河释放出绚烂星辰，我不停下坠，下坠，落入废墟，手握柔软的光。慢慢银河在我身后，我脱离轨迹，只为遇见你。这首歌结束，全场沉静，随后爆发的欢呼声将我推入现实。我抬头，极光碎裂成繁星下坠。舞台上的江启还沉浸在自己的音乐里，他的中文进步很大，发音很标准。这3年应该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这是我看过的最美的一场演唱会，太美了。旁边的女孩抱在一起，抬头看着万千星辰散落。听说这场演唱会请的是世界最顶尖的灯光舞美，想不到叛逆不羁、曲风暗黑的江启唱情歌这么好听，好深情，像一场温柔的告白。我侧着身体，对着后面的女生笑着说道：“借过一下，谢谢。”好不容易穿过看台，走到体育场出口，身后又是一阵欢呼声，如大潮般扑向我的耳膜。是向小媛小姐吗？阴影处走出一个高高瘦瘦的男生，年纪不大。我是，你是谁？我叫许巍，是江启先生的助理，他让我在出口这里等你。我愣在原地，他这是猜到我会提前溜？有什么事吗？江先生让我带你去后台，我后退一步，不去。许巍抿了下嘴唇。江先生说，如果你不配合的话，后果很严重。我眯着眼看着许巍，这是威胁。他觉得我会怕吗？是的，我怕。走吧，后台在哪里？我坐在角落，支着头看着工作人员在我面前穿梭。等了很久，江启才下来，助理在一旁给他递水擦汗，说着什么。江启接过水，甩了下头发上的汗水，朝我这里看了一眼，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仿佛我不存在一般。然后他坐到化妆镜前，化妆师给他整理造型。我一看时间，离结束还有1个小时，难熬。希望今天能够一次性说清楚。江启换好衣服又上台了。我掏出手机给林梦叶发消息，告诉他我有急事要先走。他一直没回复，估计现在也顾不上看手机吧。坐在这里，明显能感觉到舞台的震动，观众席的热浪一阵一阵的扑来。手机震动，我一看是我妈来电话。我刚一接通，我妈的声音完全盖过这里：“快来接你女儿，她一直哭，吵着要找你。”我哄不住，我蹭地站起来，提着包往外走。向小姐，许巍走过来，你去哪里？我有急事，你告诉江启，有事后面再说。说完，我走出后台，朝着停车场方向跑去。就在我下楼的时候，一阵脚步声追上我。我正要回头，一只手抓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按在了墙上，又打算一声不响地走掉。江启低着头，身体离我越来越近。我大气不敢出，背部尽量贴着墙，我要去接小孩。这时许巍追了出来，朝江启说道：“江哥，要上台了。”江启后退一步，拉开和我的距离，但是手还紧紧拽着我的胳膊。知道了，你带他去我车上。我掰开他的手，我去接孩子。你干嘛？他眯着眼，一把将我拉近，我猝不及防地跌入他怀里。他靠近我耳边，声音低沉：“你是不是忘了？他也是我的孩子。”我们上车之后没说过一句话，车内气氛逐渐尴尬。那个，我看了一眼专心开车的江启，你的助理呢？给他放假了。你不怕私生饭跟车吗？私生饭是什么？我继续找话题。你怎么会当歌手啊？前方路口红灯，江启逐渐放慢车速。现在是凌晨1点，城市的余光还在发热。半年前，有个公司找上我，说想签我。江启将车停在人行道口，左手支着窗，眼神有些疲惫。然后你就签了？我把这家公司收购了。我愣了半秒。好吧，难怪这么任性，说放假就放假，原来是老板。前方百货商城外立面，江启的巨幅广告在路灯的映衬下，有种清冷的美感。我在冰岛等了你100天，找了你快1年。江启的语气平淡中带着倦意。我想，既然找不到你，那我就站在人群中心，让你可以看见我。我看着江启，他的目光转向街边的霓虹灯。向小媛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我手指抓紧衣角，深吸一口气。
江启，我认识你的时候，刚和前男友分手，我也将视线移到窗外。白日梦想家是我和他看的第一部电影，我们约好一定要去冰岛旅行。江启没有说话，继续开车。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这辈子结不了婚了。我爸背叛我妈，前男友背叛了我，我低潮一声，继续说，可是我想要一个小孩。我忍不住又看向江启，再一次近距离看他，和3年前相比，多了几分冷，让人不敢轻易靠近。我犹豫几分，还是选择坦诚。遇见你的时候，我想着能不能和你生个孩子。车里短暂的沉默，我抿紧嘴角。江启言语里的倦意更浓，可你说过你爱我。那时候我脑子不太清楚，对不起，那种情况说的话怎么能信？江启靠边停车，开门走了出去。我赶紧下车追上他。你干嘛呀？我拉住他，被认出来怎么办？向小媛，你太坏了！你勤不如，估计想骂我禽兽不如，奈何中文基础太差，一集就说不清楚。江启整个人处于暴走状态，嘴巴也瓢了 ，shake 刚到嘴边又忍了回去。他走得太快，我穿着小高跟追起来很吃力。停下喘气的时间，他又和我拉开一段距离。眼看走远的他突然停下，朝我走来。我要孩子，我惊住，你要跟我抢孩子？是，我付了钱的。什么钱？江启眯着眼，你是说床头的那笔钱是？第六感告诉我，现在的情况很危险。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孩子给我，我打断江启，肯定不行。说第二个，以江启的能力跟我抢孩子，我哪里有胜算？第二个选择，你嫁给我，我后退一步。江启，你疯了！江启浑身的怒气呲呲往外冒，我忍不住又后退一步。他见状愤愤地往回走，我跟在他身后，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，眼睛扫视周围，幸好这条路很冷清，不然明天可能上头条。江启还没顺毛，语气凛冽，上车。一路上车里安静的可怕，气压低到脚底。到了小区门口，我打开车门，朝江启说道：“你回去吧，我等会儿自己打车走。”我等你。江启此时已经恢复平静，语气淡淡：“我想看看他。”我看向江启，欲言又止。我想不出理由拒绝他，于是下车进了小区。刚到门口，就听到向日葵的哭声。我妈一见我就朝我吼：“你怎么才来？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”我上前抱住向日葵，今天有点事耽误了，哄着向日葵出门，上车坐进后排。此时向日葵已经睡着了。江启朝后视镜看了一眼，没说话。到了我家小区停车场，江启下车拉开后车门，从我手里抱起向日葵。我见向日葵在他肩上睡得很稳，就没有拦。江启走在前面，看着他的背影，恍惚间有种一家3口的错觉。我按下指纹解锁，江启将向日葵抱进去。他睡哪儿？我换好鞋子，直起身，指了下侧卧。他抱着向日葵走进侧卧。坏了，刚才一路上想的事情太多，怎么让他进来了？这不就暴露了我家住址？我走到侧卧门口，江启已经将向日葵放在床上，盖好被子，小心地理了下他耳边的头发。此时我的电话响起，我赶紧去客厅拿起手机。喂，妈，你怎么还没睡？医院来电话，你爸走了。挂掉电话，回头见江启站在我身后。怎么了？我张了张嘴，话卡在喉咙。没事。我绕过他，走进卧室，在浴室里打开淋浴，脑海里突然浮现小时候我爸带着我去公园放风筝的样子。嘴角颤抖，我死死咬住嘴角。我没有爸爸了，虽然他不是个好爸爸。洗完澡，走出卧室，江启已经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今天他一定很累，演唱会2个多小时，又开这么久的车。我在他身边蹲下，他睡得很沉。算了，今晚让他睡这儿吧。我从衣柜拿出薄毯给他盖上。转身的瞬间，一只手握住我的手腕。你怎么了？我要回一趟老家。好，他闭上眼，拉拢毯子，我陪你回去。江启，我轻声喊他。他没睁眼，声音若有似无。你去主卧睡，洗个澡，衣柜里有新的长款白 T， 你凑合着穿。你呢？你睡哪里？我去侧卧陪葵葵睡一晚。你换下来的衣服放卫生间，明天早上给你烘干。好，他起身，快睡吧，很晚了。说完进了主卧。我抬头看了一眼时钟，已经凌晨3点。明天一早就得回老家，算下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。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。闹钟一醒，我起身去主卧，把江启换下的衣服拿到阳台，丢进洗衣机，然后回侧卧准备给向日葵换衣服。进去发现向日葵不在床上，客厅没有，主卧的门刚才没关。难道？我朝主卧看去，果然向日葵光着脚站在床边看着江启。江启此时还没醒。我进去把向日葵抱出来，回到侧卧给他换衣服。将早餐做好后，江启的衣服也烘干了。我把衣服拿进主卧，放在他床头。给向日葵喂饭的时候，听到开门的声音。向日葵起来了吗？我蹭地站起来，朝玄关看去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
今天你一大早就得出门，早教帮我带葵葵去。我把向日葵抱起来，快步朝我妈走去。妈，那你赶紧带葵葵走吧，别迟到了。说着，我将向日葵塞进我妈怀里。向日葵转头，晃着小手指向主卧，叔叔，头皮发麻。妈，你们路上小心。说完准备关门，我妈抬脚抵住门。什么叔叔？妈妈的床上有个叔叔。我瞪大双眼，还没来得及张口否认，我妈已经把我撞开，冲向主卧。我跟在后面，眼看拦不住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江启换好衣服，从房间里走出来。阿姨你好，我是向日葵的爸爸。我的头炸了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你不是车祸死了吗？我妈看了一眼江启，又转头看向我。向小媛，你骗我！我把我妈拉进侧卧，关上门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坦白的彻底。我妈全程听完，一言不发。沉默，沉默是死亡的号角。我小心地站在一旁，准备迎接我妈的滔滔怒火。所以是你对不起人家，巧咪咪把孩子生下来了。我认命地点点头。模样挺不错，家里做什么的？几口人？哈，妈，你不生气吗？我怎么感觉在哪里见过？我妈突然站起来，打开门，指着和向日葵玩的江启说道：“他不就是电视上那个？”我打断我妈的话：“他不是。”我妈眯着眼，一脸的我不信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快走吧。说完把我推出门。妈，我手机没拿，我使劲拍门。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一条缝，手机递了出来。我接过手机，刚想张口，妈，快走，回来再跟你算账。说完门关上了。里面传来我妈的声音：“女婿啊，不用管他，让他先去办事。”我站在门口，逐渐石化。这剧情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处理完我爸的后事，已经是傍晚。我回到老房子，打扫干净，铺上新的床单。太久没回来，空气里还有一股子尘埃味。倒在床上，掏出手机，给我妈打个电话，告诉她我明天回。这时传来敲门声，我起身去开门，站在面前的居然是我前男友宋燕。我关门的瞬间，他抵住了门。圆圆，我见关不上，索性靠在门口。你来干嘛？他看着我，小心翼翼。你过得好吗？我冷哼一声，好不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和宋燕在一起6年，临近毕业才知道，我被绿了3年。小三一直知道我的存在。摊牌的时候，小三嘲讽道：“我爸可以为阿燕的前途铺路，你爸能做什么？”我看向一旁的宋燕，她将头瞥向一边，并不做解释。哦，我忘了，你爸都不要你。说着，小三伸出右手，无名指上的钻戒闪着光。婚礼定在下月。对不起，圆圆，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说完，我突然想起宋燕的母亲就在我爸住院的那家医院工作。宋燕想上前，我出手制止，有什么就在这说吧。下个月我就晋升了，到时候我会跟他离婚。见我没说话，他继续说道：“我听说你这么多年还一直单着，宋燕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老丈人给的。我看着眼前人，很难将当初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联系在一起。”宋燕，当初他污蔑我是小三，说我破坏你们的婚姻，是他勾引我。一直以来我爱的人只有你。我打断他的话：“你回去吧。”宋燕还不死心：“圆圆，我不用你急着给我回复，我可以等你。不用考虑，现在的你让我恶心，很恶心。”向小媛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单着。宋燕的脸瞬间变了颜色，还不是因为找不到比我条件更好的？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说完，我重重地关上门。半夜睡得模糊，隐约又听见有人敲门。此时外面正在下雨，雨水打在雨棚上，声音很大。我走到门口，谁啊？是我，江琪。我打开门，江琪站在门外，头发湿透了。我拉他进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担心你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去卫生间找了一条毛巾递给他。担心我什么？你昨晚情绪不好。他胡乱擦着头发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爸走了。我摇头，没事。我跟他不亲，拉他坐在凳子上，扯过他手里的毛巾，帮他擦头发。顺着视线看见他脖子上的雨水顺着锁骨滑进衬衫里。你去洗个澡，别感冒了。我没事，你还好吗？江琪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他抬头看我，你怎么了？我胡乱抹了下眼睛，摇摇头。他站起身，向小媛，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，如果你不喜欢，可以拒绝。说完，他将我圈进怀里，一只手捧起我的脸，然后抬起我的下巴，身体越靠越近。我闭上眼，迎上他的唇。大清早又被一阵敲门声吵醒，我起身去开门。向小媛，你真不要脸！门外站着的是宋燕的老婆。当小三上瘾了吗？这么多年还缠着我老公不放，说了就要上前跟我拉扯。周围邻居纷纷探出头，看戏似的交头接耳。我掏出手机，把声音调到最大，你自己听吧。我把昨天宋燕来找我时说的话悄悄录了音，毕竟吃过一次亏。眼看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宋燕的老婆想抢手机，你有这功夫，还不如回家好好跟你老公谈谈心呢。砰的一声，我重重地关上门。刚才的动静太大，江琪也被吵醒。
怎么了？我赶紧拉住他，你别出去，他不出去还能解决，出去我们镇不得全球闻名。准备出发前，我把电脑连上音响，对着窗口循环播放宋燕和我昨晚的对话。这下他回来找我算账，还能听见江启发动车子，系好安全带。好，我看向江启，你怎么不拦我？没违法，宋燕和小三结婚后找过我一次，我没有见她。这是被小三知道后带了几个人到我实习的公司闹，说我纠缠她老公，骂我是小三。那几个人当中有人偷偷录像发到了网上，我们这个镇很小，很快就传开了。我家人想见见你，我回过神。什么？我拒绝了。江启把温度调高了一些，我想你应该不太愿意见他们。也不是，那过年见一面吧。说完，江启看我一眼，又专心开车。我张了张嘴，算了，反正离过年还早呢。这时我电话响了，一看是我发小秦诗诗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高速上。姐妹，干得漂亮！秦诗诗压制不住自己的笑声，那两口子疯了，以为你还在家，正在疯狂砸门呢。我电脑没插电，估计晚上就消停了。我今天刚出差回来，看见你家楼下围了好多人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人都是会变的，还当我是几年前那个犯蠢的小可爱。对了，前几天群里说想找个时间大家聚一聚，你来吗？什么时候？元旦节。我想了想，回复道，看情况吧，如果有时间我回来。好，江启把我送回家，抱了下向日葵就赶去机场。他要筹备下一场演唱会。我的生活回到之前的模样，但是又有了些许不同。咦，林梦叶划着办公椅凑到我的工位。你也爱上我们家江启啦？我将视频最小化，这是我家的。啧，林梦叶摇着头，又是一个被哥哥迷倒的女人。说完，将椅子划回她自己的工位。梦叶，如果我靠近他，江启如果有了女朋友，林梦叶打断我，呸，我今年他房多少个了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我默默地转过头，将视频关掉。晚上，江启打来电话。江启，我身边很多你的粉丝，我在床上打滚，一直这么瞒着，哪天被发现会不会撕了我？那就公开吧。别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江启似乎还在排练，等你忙完了再打电话。你别等我。今晚要忙到半夜，你早点睡。江启喘着气，声音有些疲惫。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。一转眼，元旦节到了。秦诗诗在车站接上我，一起去参加发小聚会。这次聚会选在城里一家小有名气的网红店。大家都好几年没见了，我点头。是啊，你过得怎么样？秦诗诗轻叹一声，还是老样子。你呢？有男朋友了吗？怎么不带来见一见？他很忙。说完，我看向窗外，新年的气氛渐浓。到地方后，我们直接上了顶楼，座位后面是超大的落地窗，对面是全城最高的商业楼。江启发来消息，在哪儿？跟发小聚会呢。我拍了一张窗外的景色发给他，漂亮吧？新年快乐。江启没有继续回消息，我把手机放回包里。那个潘家说他要来。萧一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人到楼下了。秦诗诗拉了拉我的衣服，他怎么还有脸来啊？当初背着你追宋燕，结果宋燕没看上他，可能是来看我笑话的，毕竟最后宋燕为了仕途甩了我。说着，潘家挽着一个发际线高得离谱的男人走了进来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公王建明。潘家秀着手上的大钻戒，一身 Chanel 套装。我老公说难得我们聚一次，这顿他请。说完，两人入座。王建明开始给众人发名片，小公司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关照。哦，原来是嘉盛的总经理。王总，我们公司做传媒的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和贵公司合作。秦诗诗靠近我耳边，小声嘀咕，原来是秀老公来的。小袁，潘家上下打量我几眼，多年不见，还是这么的朴素。我笑着回应，确实比不上王太太的雍容华贵。老公心疼我吗？潘家将 LV 包包放下，朝王建明身上靠去。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是江启。我起身去门口接电话。我到了。你到那儿了？楼下。我一下电梯，冲向门口，看见江启站在车旁，整个人裹得很严实。你怎么来了？回来陪你过节。说着，江启将我拉进他的怀里，替我捂了捂耳朵。刚开始吗？我点头。那你上去吧，我在楼下等你。我抬头看他，那你是不是有点可怜啊？他笑，确实有点。那你跟我上去吧，我跟他们聊一会儿就走。说着，我将他的口罩戴正，又把帽子压了压。你可得裹严实了。好，到了楼上，我和江启坐在一起，除了秦诗诗，其他人都围着潘家和王建明，倒是没人注意到角落里的江启。秦诗诗朝江启使了个眼色，问我道：谁啊？我小声回答：我男朋友。他看着好高，这时菜陆陆续续上了。王总点的菜就是不一样，每一道看着就不便宜。王建明又点了一瓶洋酒，还想吃什么？随便点，别客气。江启全程看手机，回复消息。我和秦诗诗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。这菜还是不如玉清台啊。说着，王建明摇摇头。萧一惊呼：玉清台？
王总还去过玉清台。众人追问道：玉清台是什么地方？萧一解释，玉清台吃饭需要提前半年预约，去的人非富即贵，不是普通人消费得起的。萧小姐看来很有见识。王建明继续说，玉清台有8道特色菜，其中有1道是12道。江启继续回复消息，头也没抬。还有4道只供玉清台的贵宾。整个场面陷入沉默。萧一嘲讽道：怎么，你也吃过？江启这时抬头看向我，过年回去我带你吃。我摆摆手，不用了。王建明此时脸也黑了下来。玉清台需要提前半年预约，现在离过年可不到1个月，年轻人可别说大话。玉清台是我家的产业。江启将手机放回兜里，看向我，要是嫌麻烦就在家吃，家里的厨子是玉清台退下来的主厨。整个场面再次陷入沉默。我小声问道：你家做餐饮的，很多行业都涉及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这时，对面的商业大楼外立面赫然打出江启新年快乐，我们在你身边。呵，萧一打量着江启，小袁，你该不会是江启的粉丝吧？怎么找男朋友都按这个款找？我是喜欢他。江启听完，开心地捏捏我的手，毕竟连正主的面都见不上嘛。潘家喝了一口红酒，眼神也瞟向江启，找个冒牌货也不错。我装没听见，捧着杯子喝果汁。江启冷笑一声，如今的场面显然他也明白过来几分。站起身，伸出手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。初次见面，忘了介绍，说着摘下口罩。大家好，我是向小媛的男朋友，我叫江启。我拉着江启狂奔，坐上车，呵哧喘气。你怎么摘口罩啊？脑海里挥散不去众人僵住的模样。趁大家还没回过神，拉着江启快速逃离现场。我已经忘了是怎么下楼的。秦诗诗狂炸电话，我不敢接，然后微信消息不停歇。向小媛，真的是江启吗？那个大明星江启，我天，真的是他吗？你说话呀，真的是他吗？不敢相信，我催着江启，快走，别停在这儿。江启看着我抓狂的模样，发动车子，回家看葵葵，现在他应该睡着了。我转头看向江启，一本正经，你不怕事业受影响吗？就是个副业，玩玩而已。可是你身上好多奢侈品的代言，这得赔多少钱啊？半个月后，江启接受直播采访。江启，听说你近期有结婚计划？不是近期，很早就有。认定的新娘一直是向小姐吗？不然咧，除了她，我也没有别的对象了。江启朝镜头说道，我婚戒都买好了，你这次别跑了。我冲着电视点点头，不跑了。电视里的他笑了。我的答案，他知道的。